说起金屋藏娇，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都是男人把情人藏在家中吧？今天这个案子就不太一样，这次是女人把情人藏在家中，而且一藏就是10年，这便是美国著名的金屋藏男案。故事要从1922年8月22日晚上说起。洛杉矶警方接到报警电话，一位老妇人称听隔壁传来枪声，好像有事情发生，希望警方尽快赶来。获报后，警方立马赶到事发地，然而敲了半天门却一直没人应门，警方觉得事情有些不妙，于是强行破门而入。结果一进去就看到客厅里横躺着一个男子，浑身是血。检查后发现男子身中3枪，早已没了呼吸。出了命案，警方当即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。就在这时，隔壁房间突然传出异响，似乎是什么东西撞门的声音，其中还掺杂着模糊的呼救声。警方循着声音找去，找到了发出异响的衣帽间。破开房门的瞬间，一个惊魂未定的女人摔了出来。女人看见客厅地板上躺着的男人，放声大哭。等女人冷静下来后，警察才赶上前讯问。原来这个女人就是房子女主人多莉·奥斯特瑞西，而倒在血泊中的男人就是其丈夫弗雷德·奥斯特瑞西。当天晚上，夫妻2人参加完宴会回到家，多莉像往常一样去到衣帽间换衣服。这时门突然就被人从外面锁上了，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客厅就传来了打斗声，紧接着就是几声枪响。多莉听到丈夫惨叫声，知道丈夫已遭遇不测，吓得不敢出声，一直躲在衣帽间，直到听到有警察的声音才敢呼救。现场勘查显示，杀害弗雷德是口径点25的手枪。根据现场遗留的子弹壳来看，凶器是2把，除了弗雷德身上那一块镶满钻石的怀表不翼而飞之外，并无其他物品丢失。此外，房屋门窗均未被侵入痕迹。根据以上勘查结果，警方初步怀疑是熟人作案。作为案发现场唯一的经历者，多莉自然成了警方的重点怀疑对象。但由于案发当时多莉是被人从外面锁在衣帽间的，而钥匙又放在旁边的桌子上，她的嫌疑很快被排除了。多莉的嫌疑排除后，警方将调查弗雷德的人际关系，但查了一圈也没发现一个嫌疑人。原来自从儿子夭折后，弗雷德就性情大变，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到工作和喝酒上，既没有与谁结仇，也没有情人。警方查无可查，就这样案件陷入了僵局，直到1年后才有了转机。警方无意中发现一个叫赫曼的律师，身上竟然带着一块像极了当年弗雷曼丢失的钻石怀表，于是询问徐赫曼手表来历，没想到赫曼居然说是多莉送的。当警方告诉赫曼这块怀表是在弗雷德案中丢失的后，他急于撇清自己的嫌疑，赶紧交代了与多莉之间的不正当关系。原来弗雷德死后，赫曼成了多莉的律师，专门帮他处理遗产问题。2人来往多了之后，竟发展成了情人关系。这块钻石怀表是在一次约会后，多莉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警方起初并不相信赫曼的说辞，但调查发现，赫曼在案发当晚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，他确实与弗雷德的死无关。因此，警方再次将怀疑的目光转向多莉。当年他可是信誓旦旦说怀表丢失了。然而，面对警方的质问，多莉却称怀表是在案发后打扫卫生时捡到。警方面对多莉的这个说辞挑不出毛病，但总觉得事情过于巧合，因此再次着重调查了多莉一遍，最后疑点是没查到。不过惊人的发现，多莉跟赫曼卿卿我我之际，还跟另外一个叫克鲁姆的电影制片人勾勾搭搭。本来警方对于多莉的私生活不感兴趣，但鉴于这个女人疑点太多，警方想以克鲁姆作为突破口，看看能不能找出多莉身上更多的漏洞。这一找果然有收获。据克鲁姆交代，多莉曾委托他处理过一个包裹他没打开看过，不过平手感似乎是把枪。闻讯，警方大喜，立刻来到了克鲁姆抛弃包裹的地点寻找。果然在一个废水坑里找到了一把口径点25手枪，经对比与杀死弗雷德的手枪一致。随即警方以涉嫌杀害弗雷德为由逮捕了多莉。然而多莉的诡辩再次令警方傻眼，他坚称手枪是在弗雷德死后打扫卫生时捡到，因害怕警方怀疑人是他杀的，因此找来朋友克鲁姆帮他处理了。又是打扫卫生时捡到，警方自是不信，但又苦于无其他证据，最后只好将多莉放了。一晃7年过去了，就在警方认为弗雷德案侦破希望渺茫，正要放弃调查之际，这时赫曼律师突然找到警方，声称知道是谁杀了弗雷德。据赫曼讲，在多莉因手枪一事被关押审讯期间，多莉曾托他到他家阁楼上送食物，同时还要在阁楼门上用手指甲划3次门板。赫曼不明所以，多莉告诉他是其同父异母弟弟住在阁楼里。赫曼照做后，果然看到阁楼里走下来一个男人。起初赫曼以为这名男子真的是多莉的弟弟，但随着送饭时间长了，与那男人熟悉后，这才知道男子是多莉的第一个情人，名字叫奥托。从1913年开始，17岁的他就一直藏在多莉家的阁楼里。弗雷德之前在威斯康星州有一家纺织厂，而奥托是厂里的一名修理工。有一次多莉的缝纫机出现了故障，弗雷德于是派了奥托前去修理。
当时多莉与弗雷德因儿子的夭折，感情正处于低迷状态，时常独守空房。奥托这一来，竟被多莉看上，之后借口家中电器有问题，频频找来奥托。这一来二去，很快二人就成了情人。随着多莉与奥托的接触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频繁，多莉开始担心两人的关系被别人注意到，最后传到弗雷德的耳中，提议奥托辞了职，搬到他家阁楼。白天趁弗雷德外出时下来活动，晚上在弗雷德回来之前回到阁楼。换做别人，如果这种状态肯定要疯。然而奥托正好性格内向，不喜社交，喜欢写作，这样的状态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生活。于是两人一拍即合，就这样奥托开始了金屋藏娇的生活。弗雷德由于忙于工作和应酬，对家里的事情甚少关心。尽管奥托入住多时，他也并未察觉到他的存在。虽然有时奥托在阁楼上难免会发出些声响，但均被多莉以老鼠或者幻听糊弄过去。但1918年问题还是出现了。当时奥托在多莉家阁楼已经金屋藏娇5年。有一天，弗雷德正在院子里种花，突然发现阁楼上面有个人影一闪而过，他当场吓了一大跳，以为家中闹鬼，于是坚持要搬去洛杉矶。多莉不想搬家，他很享受这种2男1女的生活，但弗雷德非常坚决，他无奈答应，但条件是新房也必须有个大阁楼。弗雷德没多想就答应了。搬到洛杉矶后，奥托自然也跟来了，一晃眼5年又过去了。虽然弗雷德因家里的烟酒少了，曾怀疑过多莉，以为他拿去送情人了，但找来私家侦探调查后，发现多莉在外并无情人，因此最后作罢。就这样，奥托不知不觉在多莉家阁楼住了10年之久了。如果不是1922年那场意外，他应该还会继续住下去。1922年8月22日，弗雷德带着多莉出席了一个宴会，盛装打扮的多莉受到很多男士的追捧，多莉沉浸其中，没有太顾及到丈夫的感受，这令弗雷德妒火中烧，但碍于现场人太多隐而不发。回家后，他终于爆发了，与多莉吵了起来，期间还动手打了多莉。阁楼上的奥托听到了楼下的争吵声，担心多莉出事，决定下楼去看看，但又怕不是弗雷德的对手，因此又拿起了多莉给他防身的手枪。看着从阁楼上下来的奥托，弗雷德一下子都明白了，原来那个金丝雀就在自己家，他在我的房子里玩我的女人。弗雷德瞬间失去理智，冲向奥托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，奥托扣动扳机，弗雷德身中3枪，倒在了血泊中，很快便没了气息。意外发生后，奥托和多莉都吓坏了，但很快多莉冷静了下来，想到枪声应该很快会引起邻居的注意，于是他取下弗雷德身上的钻石怀表，让奥托先将其反锁衣帽间，然后拿着手表与手枪返回阁楼，制造入室抢劫的假象。果然，警方很快赶到了现场。由于当时没有仔细搜查现场，让楼上的奥托躲过一劫，又因为没有线索，导致这一案件成了一桩悬案。赫曼虽知道了弗雷德的死亡秘密，但因贪恋多莉的美色与财富，并未选择告发，甚至还想方设法帮助奥托改名换姓偷渡到加拿大。赫曼本以为可以借助这个秘密掌控多莉一辈子，但多莉其实压根没将他放在眼里，四处留情，过着糜烂生活，忍无可忍，最终他选择了报警。警方很快将奥托和多莉抓捕归案。然而，法官最终认为奥托是为维护多莉而误杀弗雷德，被判过失杀人，但因过了追诉期，最终将奥托释放。而多莉并未亲手杀害丈夫，她的私生活与本案无关，因此也当庭释放。这案子闹到最后还真是奇葩，苦主弗雷德丢脸丢钱又丢命，黄毛奥托白吃白喝白睡10年，太太多莉潇洒离场。哎，果然这是个只有苦主受伤的世界。